4月16日，同往常一样，波士顿动力发布了一段视频，迅速登上了热门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是一场道别。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宣布停产。视频中可以看到，除了跑酷跳舞外，还展示了不少液压爆缸的失败镜头，看上去真疼。可是观众的眼泪还没来得及擦干，波士顿动力立马就发布了最新版电动阿特拉斯。开头就非常惊悚，阿特拉斯如同尸体一样躺在地上，然后双腿旋转到身体后方，就像贞子一样诡异地站了起来，头部腰部旋转后朝前方走来，感觉新版阿特拉斯头部有点像皮克斯动画的小台灯，站起来后感觉还有点小可爱。波士顿动力公司的确是一家纯粹的技术公司，10年来启发了无数机器人制造商，但也是一家不会挣钱的公司。8年3次易主，辗转谷歌、软银、现代，来吧，一起回顾下他们制造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机器人。1980年，创始人马克·雷伯特还是麻省理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，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创立了 LEG 腿部实验室，研究出一台机器人，是一条可以蹦跶的腿，可以自主保持平衡。之后又迭代开发了2条腿和4条腿的机器人。1992年，波士顿动力从麻省理工学院拆分出来，独立后受到军方的资助，包括国防研究计划局、海军航空训练部，在与军方合作的10来年时间里，积累了大量原型机和实验数据。2006年，波士顿动力联合几所大学开发了一款壁虎机器人 Rex， 长0.2米，重2000克，爬行速度0.3米每秒，通过脚掌的仿生结构可以攀爬墙壁、树干。2007年，他们研发了一款名为 Rex 的蟑螂机器人，是波士顿动力体型最小的机器人，长50厘米，高14厘米，重12千克，6条腿像蟑螂一样排列，能进山洞、穿乱石、趟水流，一次充电续航可达4小时，是荒野求生的利器。早在2005年，波士顿动力就投入开发了一款军用运输机器人 Big Dog 大狗，长1米，高0.8米，动力来自汽油发动机，行进速度每小时7公里，可以负载150公斤的武器装备，去到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，即便是被暴力的踹上一脚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。这玩意儿看似乎很先进，但是汽油机噪音极大，1公里外就能听到。虽然在2010年得到重大改进，各项参数都有所提高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。曾经被派往阿富汗战争，负责跟随部队运送物资，实战能力还不如一头驴。2009年，波士顿动力与南加州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新型机器人，是大狗的缩小版，名为 Little Dog， 高0.3米，重约3000克，每条腿配有3个电机，全身拥有22个自由度，可以感知周围环境并采集相关数据，具有自我学习能力，可以判断前方障碍的大小，并通过计算后采用最恰当的方式跨越障碍。它的目标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实验平台，帮助提高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和性能。同样在2009年，人形机器人 Petman 面世，用于化学防护服的测试。Petman 高1.75米，重80公斤，身体安装了30个液压控制器，可以直立行走，并自由弯曲身体，模拟士兵在各种极端压力下做出的动作，并以此测试防护服的耐用性。它同时可以根据人体生理来调节防护服内的温度、湿度，以及模拟人体出汗，从而达到更好的测试效果。时间来到2011年，波士顿动力在 Big Dog 大狗的基础上做了升级，发布了新一代军用机械骡子阿尔法狗，简称 LS3， 可负重180公斤，是一个步兵般的装备，并装有一个机器爪子，可以抓起物体，并能投掷出去，行进速度每小时11公里，仍然使用汽油机。在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首次亮相，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与海军陆战队队员协同作战，但离真正的军事用途差得还远，噪音大、易损坏，无法融入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体系，这个项目被叫停。同年，波士顿动力还推出一个重量仅5000克的跳扫侦察机器人 Sandfly， 就像一辆遥控汽车，但是遇到障碍物就可以跳过去，最高可达9米。Sandfly 内置激光测距仪，会帮助它测定距离，并计算出合理的路线。向上翻转后，通过压缩空气弹起，腾空的过程中，陀螺仪使其保持水平状态。橡胶轮胎能够吸收大部分着陆时产生的震动，每充电1次可弹跳25次。2012年，
波士顿动力还推出一款名为 Cheetah 的猎豹机器人，是目前全世界跑得最快的机器人，时速可达每小时45公里。之后，基于 Cheetah 推出了机器人 Wildcat 野猫，可以在各种地形上快速奔跑，搭载一台汽油发动机，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30公里，甚至可以在高速奔跑时转弯。2013年，波士顿动力经过10年的技术积累，重磅推出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初代机，很笨重，看起来有点像终结者，身高1.8米，重150公斤。阿特拉斯机器人配备了2个视觉系统，一个激光测距仪和一个立体相机，由一个机载电脑控制。四肢拥有28个自由度，可以做出精细动作，但是需要一根长线供电，只能在实验室中行走，可以识别、调整、避开障碍。虽然外表很科幻，但只是一个初探的尝试。在这一年，波士顿动力被谷歌以30亿美元收购。2015年，第一代4足机器人 Spot Classic 问世，类似狗的外形，身高0.94米，重75公斤，最大负载45公斤，是一款电动、液压驱动相结合的机器人，电池供电、液压驱动，360度全景雷达，12个关节点，装配的雷达和立体视觉系统用于感知环境，可以保持自身平衡和全自动导航。2017年，波士顿动力推出首款轮式机器人 Handle， 高1.96米，看起来像一只机械恐龙，有个保持平衡的大尾巴，里面装着电池、WiFi 模块和硬件，最高速度每小时14.5公里，全身拥有11个自由度，垂直起跳高度1.2米，机动性能不错。在改进后，被重新定义为物流机器人，顶端装配的吸盘可以搬运15公斤的货物，是投入商业应用的成功案例。2021年，波士顿动力基于 Handle 正式研发推出仓储物流机器人 Stretch， 不再使用轮子结构，而是将其安装在一个底座上，用电动机械臂替代了液压机械臂，最大摸高3.15米，可延展半径2米，载荷23千克，每小时可搬运800个箱子。机器人配有激光传感器和摄像头，智能算法可以识别包裹的动态信息，并规划出最优的路线。商用版受到众多客户的欢迎。2016年，全新一代阿特拉斯发布，身高优化至1.5米，体重80公斤，比之前矮了30公分。驱动方式也从液压改为电动液压混合动力，遍布全身的传感器可以让它避开障碍物，自主行走。2017年进一步升级，可以完成跳跃和空翻等动作。这一年，不会赚钱的波士顿动力又被卖给了软银。孙正义压住机器人技术，认为智能机器人将能改变世界。2018年，阿特拉斯具备了更多人类技能，学会了跑酷、跳舞、搬运、投掷等高难度动作，有了人类的思维，可以完成复杂指令的工作。阿特拉斯先是举起一块木板，精确地搭建在架子上，之后拿起工具包上台阶，然后来了一个大跳，接360度旋转，潇洒地扔出了工具包，风骚的走位，帅气的动作，一套下来行云流水。可以说，阿特拉斯是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，没有之一。2017年至2020年期间，波士顿又推出了机器狗 Spot Mini， 重25千克，采用全电机驱动，搭载激光雷达和立体视觉系统，能够识别地形、平衡能力、灵活性出众，会开门、爬楼梯、跳舞等技能。随着 Spot 机器人不断更新迭代，在2019年终于实现商业化落地，售价53万人民币。丰富的外置配件可以实现不同功能，已在医院、消防、建筑工地等领域部署了上千台设备。波士顿动力虽推出了10来款机器人，但迟迟无法实现盈利。2020年，软银以8.8亿美元将其卖给了现代汽车。为了庆祝被收购，旗下机器人共同表演了一段 Do You Love Me 的舞蹈。因为舞蹈动作过于流畅，不少人怀疑它是 CG 动画合成的。近几年，人工智能大模型爆发式发展，人工智能会不会背叛人类，成为了热点话题。这个问题用最后的一段动画来回答。需要提示的是，这并不是阿特拉斯机器人，只是电脑制作的特效而已。也许在未来，现实的机器人可能会更厉害。
晚上好。